希望我给他们安排一个时间，让他们介绍他们这个字典。那我是说，站在学生的立场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让学生有不同的电子字典，那个线上的字典做比较也不错。那如果他们喜欢就用，那至少试用看看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也都是免费的啦，我觉得这些资源可以让学生多利用一下，所以我就觉得也蛮 OK 的。对，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你们好吗？对呀，田老师来了，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田老师了啊。那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上新 HSK 7到9集。那各位同学，你看大家都说田老师好了，田老师好。你好，佳佳。Gaming Dexa 啊，好久没看到了。佳明是不是？你好。好，然后等一下，我把 comment 改一下，这样好像比较大。对，好 ，OK。好的，我们很多同学都上来了哦。C 控也说田老师晚上好。你好，田老师田老师最近好吗？挺好的呀，因为大家看用一种新的形式跟我学那个词语对，了，然后那个又一直有互动，我很开心。短影片，对，那个短影片，而且我看这个短影片，大家觉得因为时间短，然后又可以学到字，然后田老师你最近还比较情境式的，对不对？就会情景式的，对对对对，就是特别，比如说你要介绍喷泉 对。fountain，你就会真的去找一个喷泉，对不对？我还跟您分享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学进去这些词语，大家有没有学进去？但是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学进去，孩子学进去了，真的啊。对，所以你每天教的，他们都被你重复，因为听老师每天都重复说喷泉，喷泉，他们不想会都不一定要会。是的，就是我哇，教完一个词，然后我的孩子会马上在旁边跟着说：“妈妈，喷泉，喷泉。”喷泉，他们懂意思吗？他们就懂意思了，喷泉就是 对对 fountain，对对，对不对？哦，了解了解，好有意思。哇，佩佩猪发现了田老师戴着新的眼镜，田老师换眼镜了，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没有时间化妆，没有时间拿眼镜，看所以看起来气色很好啊，就是这个光线很光打强，得好，啊，光打得好。我要打个光一下。我大家可能知道欧洲和亚洲的时间的时差变了，所以今对，天李潮老师说啊，田老师我们开始了，我愣了一下啊，不是还有1个小时吗？冬令时间，冬令时间啊，差点，田老师差点跟梅老师一样，晚了1个小时来，还好记得了啊。好，那这个 Gaming Desktop 也问这个田老师怎么样啊？我好很好，谢谢你。的，田老师很漂亮哦。对，我觉得今天田老师谢谢。你的脸非常的亮，非常的好像有化妆过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光打得好。光打得好。像我对，光怎么打都没有用了，已经没有用了。好，T 分说很美啊，老师。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教 HSK 哦。不过呢，理查老师今天有一个任务。好，那有一这个个新的消息想有一个新分享。的消息，就是呢，理查老师最近理有一个查老师接到业配了。业配，我们中文叫业配了哦，这个我写一下。不过这个在大陆的话，我们可以说接到广告了，对不对？哦，接到是。广告。好，好，这个我写一下好了。这个是重要的事情要写一下。接到我们台湾说业配哦，那可以说广告。好，好的。那这个好，那各位同学，这个跟各位同学说一下，什么叫业配，什么叫广告？就是说有公司或有厂商找理查老师说，哎，理查老师，你帮我 promote 这个 product 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就代表着理查老师有接到广告或业配哦，这个意思。那这是理查老师第一个业配。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田老师的头上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屏东西？幕的右上角有一好，个。那这个我跟各位大概简单讲一下，它是一个网络汉语词典。那各位同学，你们学习中文的话，有时候要查字，对不对？
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汉语词典。那各位同学，这个词典呢，好吧，那我就业配一点了吧。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到这个 Google， 看得到吗？光还是不要大。各位同学呀 ，sponsor 这个应该不叫 sponsor 吧？是 sponsor 赞助啊，赞助。对，赞助。那各位同学，这个东西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totally free，这是免费的。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到这个 Google Play， 到 Google Play 去下载这个。那你们到 Google Play 之后呢，你们就去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点。那这个是安卓和苹果都可以的。Android 应该是 Android， 苹果应该也可以，苹果应该也可以。好，各位同学，你们就打那个 handbook 就可以了。你们去那个 Google Play 打 handbook， 然后去下载这个网络词典啊。那这个网络词典下载之后啊，好，不要遮住婷老师美丽的脸。那你们下载之后呢，就是像这样的，下载之后变这样子。下载好了之后，那你们就可以到这边有个 VIP， 可能看不清楚。好，这里有个 VIP， 我看一下，对，这里有个 VIP， 这里好像太亮了。好，这里有个 VIP， 对。这里有一个选项叫 VIP， 点进去之后，这个 VIP 点进去之后呢，好，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邀请码，请各位打 VIP111， 打 VIP111。对，这样就是支持理超老师了。这样就是就 sponsor me。对。不过各位同学，重点不是理查老师见钱眼开了，重点是如果你们打这个 VIP111，如果你们打 VIP111 就可以有 VIP 的 function。You can get the functions for VIP, and that's totally free， 完全不用钱的。那各位同学，你们可以有 VIP 的 qualification for 37天的 VIP 的权利。这个是不用钱的哦 ，totally free。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词典好不好用啊？这个词典你们可以试试看好不好用。那它就是长得像这样子。它长得就像这样子，这里这个你们可以去下载看看，然后下载完之后就打到那个 VIP 去打 VIP111， 然后你们就可以得到 the functions for VIP， and that's totally free， 是不用给钱的哦。那这个也是电子网络赞助商的给各位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词典你们喜不喜欢？那你们在这个词典，你们就试试看它的 function， 试试看它的功能。那如果越多人下载的话，就是理查老师会有更多的业配。对，就有更多的业配。好，那这个有人 officials 问有没有 handbook 的链接，这个 officials 你就到 Google Play 去下载就好了哦，你就到 Google Play 去下载这个叫 handbook， 这个叫 handbook 的这个软件，好不好？就到这个 HANBOOK 就可以下载到他们的那个网络词典了。那你们就可以试试看好不好用，试试看好不好用。好，想在电脑下载啊，电脑不晓得可不可以用，可以啦，电脑也可以用哦。好。那这个 officials 你就先用手机试试看哦。那各位同学，所以理查老师这个 icon 会放一阵子哦。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想要这个都是不用钱的哦，都是免费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试试看的话，欢迎你们下载试试看，好不好？哦，那这个词典我觉得我用过也蛮有意思的，还可以录音。你可以比如说你说直播。你就念直播，它会给你 score， 它会给你评分，它会给你评分。好，下载好啦。那各位同学下载好了，你们还要打 VIP111
哦，你们还记得下载好了之后，记得要打 VIP111。对哦，你们才可以得到会员的功能。You can get the functions for like VIP. Yeah,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Key in VIP 111, then you can then you can get all the functions for VIP, and that's totally free. That's totally free. 哦，然后佩佩猪说怎么没有繁体字？对，这个词典目前还没有做繁体字。哦，目前还没有做繁体字，所以如果在学习繁体字的同学，我们可以反馈给这家公司，或许他们可以做繁体字的哦。对，好 ，OK， 好，李娜找不到啊。哦，App Store 是苹果的吧？是的，苹果可能没有，那这个可能 Android 啊，Android 比较有。好 ，OK， 那各位同学就试试看咯，好不好？好，那业配完毕，上课。广告讲完了。哎呀，丁老师不好意思，给我一点时间打广告了哦。没关系。好 ，OK， 好，那么我们 VIP 到什么时候？37天，你们可以用37天，37天 ，37 days。好 ，OK， 了解了哦。好，那么苹果也有哦，这个工作人员刚刚传讯息给我，因为他们有来偷听，他说苹果也有哦，苹果也有。好，苹果的话搜这个。好，各位同学，如果你是 Apple 电脑的话，不是Apple 手机的话，请你搜这个。好，各位同学，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手机，请你用 Handbook Chinese Dictionary， 请你去搜 Handbook Chinese Dictionary， 好不好？去搜看看，然后下载。所以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也可以用它的词典。哦，可以用它这个那个网络词典哦。好的，那这个最近老师可能都会做一些广告。好 ，OK， 没关系。好，我们的用同学好久不见了哦，还有梦梦来了，好，欢迎梦梦。梦梦你好。好久，梦梦很久没看到田老师了。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上课吧。哎呀，没有业配过，觉得有一点尴尬，有点 awkward。有了就习惯了，万事都有第一次。我以前看到别人业配是人家业配吃的，那个烤鸡，他就直接在那个直播课吃烤鸡，然后就可以业配这样边吃。好，结束以后1个月多少钱？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个 Fedma， 我觉得你先试用看看哦，你先试用看看。37天应该够你试用啊，37天免费的。你们打入 VIP111 是免费的，可以用37天会员哦。好 ，OK， 没问题哦。好，怎么说要上课又介绍了3分钟？好，田老师，我们来上课吧。好，那这个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 HSK， 新 HSK 7到9级高级词汇。好，田老师，麻烦你帮我念一下我们词汇2遍。我们今天要上3个，第一个是半场，好，半岛，好，半路，3个都是半哦。我觉得这3个词不是很难哦，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常用哦。好 ，OK，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半场，半场。田老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场这个字你们会不会念长？不会，我们会念第3声，对，都是念3声嘛，对不对？对，好的，半场，因为我看那个多音字有个长，不晓得什么时候有，从来没有用过。半场就是 half of a game or half of a contest。那田老师，半场的意思就是好像是比赛，对不对？对。比赛的话，通常我们会这样说哦，田老师，我们会不会说前半场？也会。所以各位同学，半场就是在比赛的，尤其是运动比赛。especially for sporting contest。所以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我们通常会有哪几种半场啊？第一个是，我们通常会说上半场，最常用的，对，或者前半场。前半场也可以，那2个意思是一样的，上半场或前半场。那有上半场就有下半场。下半场。田老师，我们还可以怎么说？
还可以说后半场。对，不过我觉得上半场跟下半场比较常用，比较常用。对对对，对，前半场、后半场也可以。那各位同学，上半场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两队的选手在互相敬礼，对不对？表示礼貌哦。上半场，那下半场通常最后比赛也结束了，就会很开心这样子哦。上下半场，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半场，通常用在比赛、运动比赛、运动比赛。好。那要麻烦婷老师帮我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的，我们的第一个例句，意大利队上半场得到了3分。其实也可以说得了，对不对？嗯，我觉得也可以用得到了也可以了，得了得到了都可以。好，意大利队就是 Team Italy 上半场。好，各位同学很简单，我们在主词后面加上上半场就可以了。得了3分，就是其实得到了或得了都可以哦，得到了或得了都可以哦，都可以。好，那么得到了 three scores 3分。好，意大利队上半场。那当然上半场指的是 the first half of the game。好，那下半场就是 the second half of the game。好，那我们半场好像没有单独用我觉得半场有单独用吗？没有。其实不是那么严格，有时候也会说，我们会说半场过去了，半场过去了，就是过一半了，时间可能对，比赛的时间过一半了，我们就会说半场过去了。半场过去，对，会这样用，半场过去了。好，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题目啊，我们的语法可以是主语加上上半场，或者是下半场，然后得到了或得了也可以。通常会加个了啦，得到了或得了，是，然后再加个几分，3分、4分、5分、32分都可以。好，那么这里我请婷老师帮我念一下我们的选项。好，我们有5个选项，第一个上半场，好，第二个我们，第三个得到，好，第4个5分，好，第5个，最后一个了。好，各位同学，这题啊，婷老师我觉得不难，我们看看到底会不会哦。好，哇，开始了好多了。好，裴静的句子麻烦一下，婷老师。好，裴静说我们上半场得到5分了。其实也可以，得到5分了也可以。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一下有什么。对，我们等一下再说。好，再来萌萌的句子。好，萌萌说我们上半场得到了5分。OK， 这个很自然。这个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得到了5分哦。好，我们再念一下勇往的句子好了。好，这位同学他说我们上半场得到了5分，非常好。好，婷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说上半场，我们得到了5分？当然没问题，可以的。上半场，然后我们。对，那这里呢，婷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上半场或下半场，你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可以，没问题。你可以说上半场我们得了可以，没问题。好，各位同学注意咯，你也可以说上半场我们，你也可以说我们上半场，你要放主语前面后面都可以。好，第一个中文很自由啦都可以。第二个，你可以说得了或得到了都可以，得了或得到了都可以。第三个就是裴静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裴静吗？裴静后来改了，是裴静裴静改了，他刚刚把了放到前面去了。其实裴静你这句也没有错，对婷老师，我觉得很多同学会发现了放到动词后面，跟了放到句子最后面有什么不一样？差别不大，对，但是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把了放到了得到了，那个感觉比较是like completed action， 完成了一个动作，
比较像英文的那个 perfect tense， 完成了一个动作，得到了表示这个动作已经 finished， 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那如果你像裴静这样子，我们上半场得到5分了，这个你强调的是个 fact， 对，是一个事实，是的，所以两个强调的点不一样。得到了 means you're talking about a completed action. When you add 了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you're emphasizing a fact. Okay,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对，其实差别不大啦。对，我们都会说，我们在口语会里都会说。对，而且都懂意思。好。这位同学是 Benjamin 同学，好熟悉哦，是不是哪里看过他？好，没关系。是哪？这位同学，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是哪一个国家来的呢？然后呢，为什么我对你的名字那么熟悉呢？那么熟悉。好，莫非以前曾经聊过天？好，那这样子，我们来念一下他的句子好了。好的，麻烦听老师。好 ，Benjamin 说，我们上半场得到了5分，非常好，非常好，中文很棒哦。好 ，OK， 那我们这个上半场跟下半场就是这样用。各位同学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往下看啊。好，还有一题啊，好吧，一样，主语上半场、下半场，你也可以说上半场主语，下半场主语。好，那田老师帮我念一下 options。好，我们3个选项。第一个下半场，对 ，the second half。第二个他们，好，他们。第三个赢了。好，各位同学，我们顺便学一下，赢了表示 you won the game， 对，输了表示 you lost the game。OK， 我们加个了，通常就是 you have won or you have lost 那个感觉。OK， 好，这题答案可能有2种吧。好，我们看看立分是这个陈俊陈俊是他在自我介绍，我是缅甸军大学 DSA 59毕业。好的，欢迎你哦。好，我们念一下 Dana 的句子好了。好，行，Dana 说我们下半场赢了，没问题。好，没问题。Sorry， 他们下半场赢了。好，来，佩佩猪的句子比较完整。好，佩佩猪说他们下半场赢了，下半场他们赢了，都可以。都可以，所以上半场、下半场，你们可以放主语前面，也可以放主语后面，而且都可以。那如果你要说 have lost the game， 你们可以说他们下半场输了。表示 lost the game。OK，lost the game。好，那么没有问题。我们就用简单的方式学这个词就好了不要学得太难好，我们看一下第72个词。对了，田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问你。您说。你们这个手势是7还是8？我们这个手势是8。然后要这样比，还是这样比？无所谓，顺序无所谓。就是我这样比或这样比。这2根手指是8。对。这样是8。对。那你们7怎么比？7怎么比？7是这样比。这样是7，这样子吗？我们比要3只。对，这样子。对。左右手没有关系。没关系。这是7，各位同学，这是7哦。在大陆比这样是7哦。对。在台湾你比这样，人家不晓得你要干嘛。在台湾你说老板我要这样子，老板他一直看你里面是什么？What's in your fingers？ 他会这样子看哦。那台湾很好玩，台湾的7是这样。因为这就是阿拉伯数字的7。因为那一天我看到不知道哪一位老师跟我比这样子，我说7个啊，他说不8个，我说8个然后我就想说这样是7对不对？7，对，这样比就好了7。是的。这样是8。是这样是8。那这样是6吧？这样是6，没错。那就一样，台湾也是这样比6。好 ，OK 6，各位同学学起来，这样是6。7在大陆哦。你在台湾比这样的，他会什么 ？What's in your fingers？ 好，这是在大陆比7，在台湾7是这样子。
那田老师，你一定不晓得台湾的八怎么比？八是怎么样？我先问一下，你们那边的八怎么比？我们的八就是这样子啊。对，你看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台湾的八是这样，八。台湾的八，因为5+3嘛，所以就是好像反一下对，我们台湾的八就5+3嘛，这样就是8、7、8。哇，那真的好像就是反一下的样子。对，我们9没有特别啦，9比较没有人。我们的9是这样子。你们会比个勾这样子。对。我们的9可能就会比这样吧。可能我们就会比这样子。10就这样嘛，10。10我们也是这样子，或者10是一样的。这样子啊，我们没有这样子。也可以是10。我们是这样或这样子10。所以那这样我来复习一次，5一定是这样嘛？5。对。6。然后大陆版的哦，7。7。8。 9。然后10。哇，这个真的，各位同学，这个文化不同哦，真的很不一样哦。那台湾版的话是5。6。7。8。9不一定，9可能会比这样，10是一样。明白。那这个明博问说3就这样。对，3我们也会这样，或者是这样。这样也可以，对，这样子。对。OK 就这样，可能方向有点不一样吧。OK 会比较这样，3就这样子。OK， 好，我又岔题了。好，OK， 那这个好，我们这个词汇是半岛。半岛这个英文很难念呢。Peninsula 是不是？这个我都不会。Peninsula 好像念 Peninsula。好，要请佩佩猪有空帮我们指正一下我们的发音哦。Peninsula 这个第2音节啦 ，Peninsula。好的，要麻烦这个田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我们第2个例句：印度半岛的气候多雨潮湿。好哇，这个句子有点小难哦。印度半岛，各位同学，印度就是那个娟娟的国家，叫 India。大家都知道，印度半岛就是这里。好，理查老师特别把图给找出来了。印度半岛就是这样的半岛所以呢，印度半岛叫 Indian Peninsula。好的，气候，气候就是英文的 climate， 气候。那这个田老师，我们会说天气，对不对？对。天气跟气候跟英文一样是不同的天气跟气候。好，这个田老师，天气的话，天气跟气候有什么不一样呢？很简单，天气，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那指的是天空很好，这样天空。但是气候呢，要大很多。对，天气 weather 就是可能1-2天而已，短期的，很短的，1天2天。像今天你要用天气，你不可以说今天的我怎么写气温？应该是气候。好，所以各位同学，天气指的是比较短期的比较短期的。那气候呢，指的是比较长期的，可能1年吧，或这个地方很长期的一个 climate 气候，所以不一样英文也不一样，英文是 weather 跟 climate，中文是天气还有气候。然后佩佩猪说，老师你的 peninsula 的发音很好，谢谢。唐龙来了，唐龙好。我上次想找唐龙唱歌，他都没有来。我最近在频道。唐龙以前是歌手。对那唐龙一来，大家不都醉了？对，哎呀，唐龙又帅又会唱歌，真是的。好，印度半岛的气候就是 climate， 多雨就是常常下雨，对不对？常常下雨，对。然后就是3天2头就下一次雨，我们就多雨。那潮湿这个词，各位要学起来。我们常常会说这个气候是很 humid， 就是你觉得湿湿的，然后衣服常常会粘在身上，那个感觉叫潮湿。天气潮湿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你会觉得空气有点
wet， 有一点 humid，好难受哦，很难受。诶，林老师，波兰的天气会不会多雨？很干燥，很干燥。波兰的天气是干燥，是的， dry， 是的，是的。那所以一定就不潮湿了，对不对？一点也不潮湿。台湾的天气算是多雨潮湿。那林老师，苏州的天气呢？也是多雨潮湿。对，苏州的天气有很多河。对，有湖有河，所以苏州也是你们可以说苏州的气候多雨潮湿，台湾的气候多雨潮湿，都可以这样用。那半岛指的就是 peninsula。好，我把解释给各位看好了哦，不要都说理查老师都没有做功课哦。好，这个我给各位看一下啊。好，这个半岛就是三面环海。你看这个印度半岛就是1、2、3三面环海，各位同学有没有看到哦？印度半岛就是这边三面环海，有一面会 connect 接着陆地，这个就是半岛哦，一面接着陆地，三面环海，一面接着陆地，这个就是半岛这个就是半岛。好 ，OK， 没问题。好，这样大家就了解了。我觉得半岛这个词好难哦。好，有点陌生。有点陌生，不过母语者一定懂这个词啦，只是我们很少用哦。对，好，那现在我顺便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半岛铁盒》，是什么意思？半岛铁盒啊，我听过但是我真不晓得什么意思半岛铁盒，我真不晓得什么意思。那个对话就是好像有没有卖半岛铁盒？然后他告诉他，前面左拐，你可以找到半岛铁盒。我查一下半岛铁盒。半岛铁盒，难道真的是一个铁盒吗？半岛铁盒是可能台湾有一家餐厅叫半岛铁盒，他卖的是便当，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对，好像是这样。OK， 对，就是让我的感觉是很不理解，究竟是在买什么，或者是在找什么？半岛铁盒好像有一家餐厅就叫半岛铁盒，对，没错。OK， 就是有一些用词的问题啦，就是让你。不过这应该只是个店的名字而已。OK。不过我知道好像有一个电视台叫半岛电视台。好像有个电视台叫半岛电视台。然后这位同学说，半岛就是一半的岛，不是，不是，半岛的意思就是，半岛一定要有一边是连着陆地的，这才叫半岛不是一半的岛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说，田老师，你可以帮我念，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好，我们说朝鲜半岛。好。朝鲜就是韩国，所以朝鲜半岛就是韩国的那个地方，这边是南韩。李超老师，朝鲜就是韩国吗？在中国不是。朝鲜你们是北韩对不对？对。朝鲜就是那个那个这里啦，这里是的，是的。我们叫北韩，就是不是韩国，在中国不是。对。在各位同学，韩国就是 South Korea， 我们讲英文比较容易分。韩国就是 South Korea， 朝鲜就是 North Korea， 讲英文比较好分所以各位同学，朝鲜半岛就是这个半岛，整个半岛就叫朝鲜半岛。那你们看到这个 South Korea 就叫韩国，你们看到这个 North Korea 我们要叫朝鲜。朝鲜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朝鲜。那这个半岛就是朝鲜半岛 Korean Peninsula。好 ，OK， 没问题意大利是一个半岛，对，叫意大利半岛，没错，唐龙，意大利半岛没有错好的，对，就像这样子。那我们再看常常见到的还有，听老师帮我念一下。OK， 这个叫阿拉伯半岛。对，阿拉伯半岛。那各位同学，阿拉伯半岛就在这儿，Arabian Peninsula， 好难念 ，Peninsula。好，英文好难
阿拉伯半岛在这里。田老师，你知道阿拉伯半岛有哪些国家吗？不知道，很呃，陌生。比较常见的就是沙乌地，你们怎么说？哦那个，OK 是 OK，我们这边说沙乌地阿拉伯，你们怎么说？我们叫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嗯，对，还有科威特，还科有威特。对科威特，还有等等的国家，这是阿拉嗯哼伯半岛。阿拉伯半岛，OK，哦，好，我们有些学生可能也是住在阿拉伯半岛哦，阿拉伯半岛。好，土耳其也是半岛，那个是不是叫巴尔干半岛？哦，巴哦尔干，OK 半岛，OK，土耳其对哦，对对，马来西亚也是个半岛，是中南半岛嘛？就是东南亚那个半岛好像叫中南半岛。好，那这个比较是地理的 geography 的东西了哦。对，好，不过田老师你一定知道这个半岛叫做嗯，伊比利亚半岛。不知道。好，伊比利亚半岛，各位同学就是这里，这个叫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嗯那这边有两个最有名的国家，伊比利亚半岛两个最有名的国家，第一个就是西班牙，嗯第二个就是葡萄牙。OK，Portugal OK OK，and Spain。好，这边叫伊比利亚半岛。田老师其实不止你不晓得，其实我也不晓得。那我想说，欧洲的人应该知道。然后田老师你是在欧洲，你可能会知道。对，这个叫我觉得男巴尔干，孩子可能会知道。对，男孩子比较知道。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好像在巴尔干半岛上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如果我记错，各位同学不好意思，因为李常老师的地理不太好，地理就是 geography， 地理。好 ，OK， 好的，地理 geography 地理啊，好 ，OK， 没问题哦。伊比利亚半岛，好，哎呀，地理太难了，还是赶快跳过。好，各位同学，我们第73个词汇。好，我已经会了73个词汇，所以你们会这样比吗？田老师，73会啊，73个词汇啊。好，缅甸也是半岛，缅甸半岛吗？缅甸半岛 ，OK。丽芬说：“怎么知道那么多半岛的国家？因为理查老师有上做网功课。理查老师说今天一整天都在做这个课件。意大利对，意大利半岛很有名，就像个靴子，对不对啊？田老师，我们以前学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地理的时候，老师都会说，意大利半岛就像一个靴子，像一个 boot， 像一个 boot 哦，像个靴子，很漂亮的地方哦。好，意大利半岛 ，OK， 好的，那我们第73个词汇，麻烦婷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好，我们这个词叫做半路。半路。好，半就是一半 ，half。路就是 way or road， 半路就是一条路你走到一半，你走到一半，一条路你走到一半了哦，叫半路。好，这个词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 halfway or midway。好，那我要麻烦说的还比较多。对，这个还比较算是这刚刚那几个词里面，这个算常用的啊。是的。好，那麻烦婷老师帮我念一下。好，我们这个例句，顾先生的汽车半路坏了。好，顾先生的汽车半路坏了，所以你看到他在这边很伤心的样子哦。好，顾是一个中国的姓氏，顾啊，顾先生的汽车大家都知道就是 car， 半路坏了。好，所以我们这个半路你就放在主语后面就可以了哦。好，放在主语后面，半路坏了，坏了有一点我们中文说抛锚的感觉了哦，抛锚。抛锚就是 like broken or break down， 不工作了。对，不工作了，它坏掉了，不工作了，它不能够开了，这辆车不能够开了哦，我们就说坏了哦，坏了。好，那想起顾老师了，对，最近有一位老师，他是上海的老师，他找我说想要跟我一起直播，对。他就是叫顾老师，对。OK， 很有意思。理查老师的频道越来越兴旺。
越来越多那个老师想要跟我聊聊天这样子。嗯，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 ，Fedma，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这个问题哦，可不可以用在半路？好，这个 Fedma，等一下我们一起来 talk about this question，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哦。好，不过我们先请婷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位同学的句子。好，这位同学说他骑自行车到了半路就累了。可以，可以，我觉得明显的错误。对，我觉得可以。他骑自行车到半路就累了。我可能不会用那么多了啦。他骑自行车到半路就累了。好，这个句子我觉得中国人会说，他骑自行车骑到半路，骑到半路就累了。对，我们也会这样说。他骑自行车骑到半路就累了。好，这个句子不错，了解。我们往下看一下哦。好，我们要怎么用半路呢？这里我想问一下婷老师哦。主语加上半路，然后加上动词，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说在半路上，可不可以用在或可不可以用上？等一下我们通过这个句子，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怎么用半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哦。好，那这个我先请婷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第一个，好，我们第一个在半路上，好，第二个他，好，第三个买了，好，然后水果，好，第五个歇。好的 ，OK，所以各位同学，请你们先告诉我们答案。我们等一下 ，later we have to talk about should we use 半路 or 半路上。We need to talk about this. OK， 好，好，还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可不可以说半路放半途而这个，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好，这个徐元同学的句子，麻烦一下婷老师。好，徐元说他在半路上买了些水果，非常好，很自然。哇，徐元厉害哦！世雄，麻烦一下。好，世雄说他在半路买了一些水果，也可以，对不对？这个世雄长得很帅，这位世雄啊，他是那个世雄没有用上。那婷老师，我们现在通过世雄这个句子，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要不要用在，到底要不要用上？那这个婷老师，如果我说他半路买了些水果，这样可不可以？他半路。可以，我也觉得可以。各位同学，请你们注意听哦，因为半路这个词比较 flexible， 比较 casual，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刚刚婷老师跟我说的是，他半路 only 半路买了些就是 some 一些水果，可以。好，婷老师，我们再试第二种说法，他在半路没有上哦，他在半路买了些水果，可以吗？其实我时不时会听到这样子的表达，就是听多了觉得也没什么，好像也没有错，对不对？对，他在半路买了些水果。各位同学，其实这样说本来是有点不太好，比较不符合语法，但是因为很多 native 也这样说。真的很多 native 这样说，所以我们也习惯了，也可以。是的。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现在 now we talk about 在半路。Actually, that's a little bit 不是那么 improper, but even a lot of native speakers use this term, so I think it's okay and it's quite understandable. 就我觉得也不能说它错，也可以哦。好，所以我们刚刚那两种都可以。第一种是他半路买了些水果，这个绝对正确的。第二个，他在半路买了些水果，我觉得现在听习惯了也没有什么太大，就是好像也没问题，好像也没有错，也可以。那如果丁老师最后我们选一个，他在半路上买了些水果，这样可不可以？对，这样当然是比较完整的。对，就是很这是最完整的说法，而且最符合语法的说法。这个是完全符合 grammar 在半路上，
因为在什么什么上嘛，这是最符合中文语法的句子。对，那所以各位同学，其实半路这个词都可以，去看一下的。都可以这样用。所以各位同学了解了吗？你可以说，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在半路 ，OK， 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说半路就好了，你也可以说在半路上。好，那婷老师，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问您，好，如果我现在不是这个没有，不是上没有，再没有的话，可不可以？好，他半路上买了些水果，就是听起来好像不像一个有问题的样子，但是如果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能听出来这个有点不对。对，但是这个各位同学，其实我们如果平常 conversational Chinese， 有人会这样说，没有，就是你听起来你懂意思，不过语法上也很奇怪，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蛮建议各位同学的，你们要么就用半路，要么就用在半路上。OK， 那刚刚其他的都可以懂，不过呢，最好的说法还是半路或在半路上。是的。那你说在半路 ，OK， casual Chinese，OK， 半路上 only，casual Chinese，OK， 了解的对，好，所以这个我们特别讨论了一下，因为这个用法是很 flexible 的很 flexible。是的。好，那同学们已经有一些问题出来了好，明博的问题要麻烦一下丁老师。好，顾先生在马拉松赛到半路的时候受伤了。顾先生，在马拉松赛上比较好。在马拉松赛上到半路的时候受了伤。受了伤，或者我可能会用受了伤，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已经完成了。受了伤。好，所以对，但是这个里面有2个情况，它是并列的，就是马拉松赛，然后马拉松赛半路，所以这个里面有一点难。对，所以明博，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句子拆成2个句子了。顾先生在马拉松赛上，到半路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好了，顾先生在跑马拉松赛到半路的时候，对，受了伤，受了伤。好，春娇的句子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好，春娇说他跑马拉松到半路上就晕倒了。这个好像就是顺一点。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蛮好的好。对，这个 Yum 还在找 handbook 那个不用急啦，Yum 我这个有空我再教各位好。好，明秀，丁老师，我让你猜猜看，明秀是谁？明秀是个我们熟悉的人。真的吗？他就是阿能。怎么会这样？因为田老师你1个星期没来了，发生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事情的 biggest event 就是阿能改名字了，他叫明秀。OK， 因为他说他要明亮，然后还要优秀，明亮优秀，所以叫明秀。OK， 好 ，OK， 那我理解了。好，丁老师，你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实。比较错愕。比较错愕，我也是，我已经叫阿能叫了快1年了，突然让我叫明秀，我觉得有点奇怪，有点 awkward。对啊。好，那我们就念一下明秀同学的句子吧。好，明秀说他到了半路跌倒了，可以。没问题，明秀，你的中文很好，跟阿能一样好没问题的好。好，那我觉得这个半路的用法 very flexible 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不用太在意，基本上你们记得把它放主语后面，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那这里呢，我们有3个题目给各位咯，我们开始考试了。那我们先请婷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
好的，我们有3个选项，第一个是半路，好，半路，半路。半岛，然后是半场。好，我们的题目是好，我们的题目：苏苏的房子位于什么什么北端？好北端。那各位同学，苏苏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房子你们都知道 house， 位于，我觉得英文这个 located 很能够去解释这个位于的感觉哦 ，located 蛮符合的。位于就是 like located on、located at、located in，所以我觉得位于，你们如果不太懂，你们就记得它就像英文的 be located 的感觉哦，位于就是在一个地方。北端这个可能我们要解释一下，林老师，我们如果说到端，会是一个比较怎么样的地方？就是它很靠近那个边边上。对，如果这是北，如果这里是北的话，它一定北端是在北的最边边上面，是的，最边边，所以这个端有点英文的 tip，tip，所以这个就是在最北最北的这个边边上面的感觉，我们就会说北端哦，北端。好，那这题答案也蛮简单的，同学们已经佳佳说半岛，裴静也是半岛，宋平也是半岛，然后Fedma 也是半岛，立新也是半岛。那我要麻烦婷老师帮我念一下青霞的句子。好，青霞说：“苏苏的房子位于半岛北端。”哎，非常好，好棒哦！好，太棒了哦！好，那么刚刚忘了回复这个问题了 ，Dana 的问题，Dana 的问题啊，算了，我们先念一下好 C 空的句子。好 ，C 空说：“苏苏的房子位于半岛北端。”对，没错，非常好。那 Dana 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田老师，我们常常说半途而废这个成语，对不对？没错。那半路放弃呢？其实是可以，我们都理解你想说什么，半路放弃，但是它不是一个成语，不是我们常用的方式，对。对，我们中文都说半途而废，学习中文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你说学习中文不要半路放弃，我懂，可是这不是我们会说的方式，对不对？对半路对对，放弃，半是的。路放弃。还有李潮老师，在台湾会不会经常说这个半路出家？会，半路出家。半路出家的意思，半路出家在大陆是什么意思啊？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好了，就是我做汉语老师就是半路出家。哦，我懂了。半路出家就是这要怎么解释啊？我懂意思。就是我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汉语老师，对，然后我是后来才做汉语老师。半路出家就是本来你不是个 monk，但是后来你变成了一个 monk，对不对？你可能不是一个和尚，那后来因为某个原因你变成了和尚了，半路出家。那这个成语，这也不是成语啦，这应该是俗语了吧？俗语。对，这个俗语的意思就是你本来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人，但是后来因为 certain reason 某一种原因，你变成了做这个行业的人。对，像理查老师本来也不是中文老师，理查老师也是半路出家，中文老师半路出家。像唐龙本来是个歌手，唐龙本来是 singer，但是他现在变码农，半路出家当了码农。对，我们就可以说唐龙半路出家当了程序员，唐龙半路出家当了码农，就可以本来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后来变成做这个行业的人，叫半路出家。那田老师，我问你，你们会不会说半路失踪？半路失踪？也有，就是那个谁谁谁哪里去了，不知道，半路失踪了。对耶，我以为只有台湾会这样用了。我们也经常说。好有意思哦。这个不知道就失踪了，半路失踪了。半路失踪可能你比如牵个小孩子，小孩嘞 ，Where's my kid？ 半路失踪了，突然 missing 了，或者是你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饭，这个人呢？这个人突然不见了，你突然找不到他，半路失踪了。半路失踪，我们会这样说，半路失踪。
我本来想说，我教这个又怕说大家会不会觉得太难了哦，所以半路失踪，好难，半路失踪就是有个人突然不见了，刚刚还在，你的小孩刚刚还在，哎，小孩嘞，哎，找不到了。田老师刚刚还在，哎，田老师嘞，突然不见了哦，半路失踪就是某一个人突然不见了，哎，田老师半路失踪，怎么突然不见了？哦，或者有人在开会，开会突然一个老李怎么不见了？老李半路失踪了，突然不见了，是的，啊，就是突然不见了，突然找不到他了。还有一个词叫半路杀出程咬金。哦，这个有点难。这个比较难，是有这个有故事的，有个故事，它有个 story behind it。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讲这个故事，这个今天不能展开讲了，太长了。半路杀出程咬金，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词典哦，去查一下词典。这个我们其实 native 很常用，很常用，但是这个比较难，有点典故。你们有兴趣知道的，你们可以自己去 search 好不好？哦，半路杀出程咬金，程咬金是一个唐代时候的一个人。一个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哦，一个将军的名字。那你们自己去查哦，理查老师给你们这个俗语，你们自己去查哦。好有意思哦。你们也说半路失踪，好有意思。失踪，然后还有一个词叫做失联，还会用失联了。哎，怎么突然失联了啊？怎么失联了？对，怎么失联了？突然找不到了？怎么失联了那么久都没有消息？哎，失联我们也会用哦，很有意思。好 ，OK， 那这个答案就是半岛。苏苏的房子位于半岛的北端 ，tip 端就是 tip。好，我们再请田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好的，我们选项还是半路，对，半岛，半场。好，我们题目是。好，那我们的题目是范太太把车停在什么什么上？好 ，OK， 范太太把车停在什么什么上？好，答案是什么呢？不是半路失踪哦。对。好，这个踪是繁体字的踪啊哦。好，半路，好，停在半路上啊。好，半路，好，大家都知道半路，好 ，Dana 半路，梦梦半路。好，我想这个没有问题了哦，大家都知道答案。半路，好，那这个范是一个中国的姓氏哦，范，好，那范太太，好，那这个我想请问，在台湾，比如说范太太、张太太、李太太这样子说的多吗？这样很常说耶，你们不常用，你们说女士是不是？对，我们会说，对，那我还想请问啊，就是这个范应该是丈夫的姓氏吧？还是对，如果这样的话是丈夫的姓氏，范太太，丈夫的姓氏，对。OK， 我们比较不会用丈夫的姓氏去称呼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士。所以如果我说范太太，其实她本姓就姓范，是不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在中国听到范太太，就是首先我们不太会用太太这个词。你们会用女士，对不对？对对对，对。其次，我们更不会，也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习惯，那个没有冠夫姓这个一个文化。哦，所以在大陆没有冠夫姓的文化，没有。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会说，可能会说范女士。哎，没错没错，就是她的姓，比如说我姓王，那么别人可以称呼我为王女士，对。好。那如果是太太，就直接说太太，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太太真的比较不常用。你们不常用太太，在台湾很常用太太。黄太太来买菜嘛，李太太来买菜，今天的蛋好便宜，李太太来买。所以在大陆会变什么？范女士来会变这样吗？我们可能会说会用这个阿姨很多阿姨来买菜这样子。对，阿姨因为比较年轻的，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可能老板会说，美女来买菜。年轻的我想一想哦，年轻的美女，对，美女比较多。帅哥。那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可能会说
阿姨，你们会说阿姨哦，阿姨来来来哦，我常常看到那个抖音，他们说阿姨阿姨这样子，阿姨对，阿姨，抖音常常听到，哎，阿姨阿姨怎么样哦？那我们在台湾会说，哎，那个太太太太李太太好太太，会这样哦，会这 OK 样。 OK 理解。女士是在台湾女士非常正式哦，一般觉得非常非常正式的感觉。明白。那田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小姐你们是铁定不会用的，对不对？对，这个词几乎就是已经被打入冷宫了。哦，真的，在台湾是还蛮常用的。我知道在大陆，小姐已经是算很 negative 的用词了，是的。对。那在台湾，小姐就是也有那个意思，可是其实平常用的是很自然的，就是很正式的那个用法，就是 Miss Day， 而且是特别指未婚的，小姐是指未婚的。那我知道在大陆的话，女士可以指未婚，也可以指就女性已婚的都可以，对不对？是的，是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同学要注意哦。在大陆不要随便说小姐啊，那个意思有一点比较那个你们知道的那个意思哦。范阿姨哇，马上就用起来了，范阿姨把车。你们这个田老师，你们阿姨会加个姓吗？范阿姨也会加，也会用。李阿姨来一下，李阿姨，对，黄阿姨没错，哦，会这样子。那在台湾是黄太太，黄太太。我们甚至这个阿姨还会前面加上一个她的城市，比如说什么南京阿姨在真的，南京北京阿姨来一下，北京阿姨什么？哦，那个苏州阿姨来一下，类似这。苏州阿姨，那个叔叔呢？会不会用叔叔？也会，这个叔叔是和阿姨是平等的啊。北方叔叔，这是个北方叔叔。北方叔叔，或那个上海叔叔，对，没错。哦，那有意思。台湾是不会这样用了，台湾比较不会冠一个地方的名字，比较不会。我们会的。哦，所以会说，比如说那个深圳阿姨来一下。对，南方阿姨。南方阿姨呢？小姐姐啊，哎，对我也常听到人家问小姐姐。小姐姐是一个比较调皮的，但是有点像网络词语的。那她是指小女孩吗？还是年轻小女孩？没有，其实就是美女的意思。哦，小姐姐就是美女的意思。对。那没有 negative 的意思，不像小姐，完全没有。小姐姐就是比较淘气一点的网络用语，对不对？对。小姐姐来这样子。是的。哦，很淘气的用法。小姐姐帮我，然后小姐姐帮我看看什么的。那我们台湾就会真的叫小姐来，我们还会故意念姐，小姐，会这样子。然后也是没有 negative， 就是一个比较淘气的用法。小姐来买菜嘛，会这样子。OK， 明白了。好有意思哦。其实各位同学，我们要学这些文化差异，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你们要多学，这个我觉得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也是，太有意思了。哦，真的会讲地名啊，南京阿姨来嘛，南京阿姨，或者是北方叔叔来买菜，北方叔叔。对，而且这个比如说冠一个地名啊，就是好像你刚去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别人还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姓氏，你好像跟你要亲近一点。对，但是别人已经知道你是一个北方阿姨，你口音对不对？对，然后如果说，哎，北方阿姨来看看今天的菜嘛，就是好像你无处躲藏的那种感觉。对，因为你就是北方口音嘛。好可爱哦。那所以如果理查老师到中国去之后啊，他们就会说，来台湾叔叔来，台湾叔叔。对，没错。因为理查老师就是台湾口音嘛，哎，台湾叔叔来，一定的，到大陆去，台湾叔叔来买菜吧，一定的，好可爱啊！那我现在知道小姐姐就是讲年轻女孩子啊，年轻女孩子，然后比较网络用语，比较淘气的用法，对，好，了解。那宋平就是泰国阿姨，宋平住清迈阿姨，泰国阿姨啊，清迈阿姨。那梦就是属于小姐姐。小姐姐，某某是小姐姐，丽芬也是小姐姐，那这个Rosario 是意大利的，他是一个老教授了，所以要叫他这个意大利叔叔。
可以可以，没错意大利没错，叔叔啊，意大利叔叔对对对啊。对，好，那像明秀要叫什么？小哥哥，小哥哥可以的，小哥小哥哥，哥可以，小哥哥，年轻帅哥，小哥哥，对对对，小哥哥，来，小哥哥，小哥哥来买菜嗯，啊，好有意思。是好，那我们看最后我把句子念。笑死我了。范女士把车停在半路上。半路上，好，这个女士就好多可以谈的。嗯，好的，那我们再看这个，请平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好的，好，我们选项啊，还是刚才的3个：半路、半路半岛，然好，后半场。半场。好，我们的句子是好，我们在下什么比赛得到了5分？我这个得错了。好，得到了5分。好，你也可以说得了5分也可以，得到了5分也可以哦。好，那么这题答案也很清楚，因为我们有一个 key word 就是比赛。对，好，小伙子，小伙子也可以，小伙子好像小伙子有一点点 old fashion。old fashion old school，我觉得小伙子很 old school，我觉得我已经很少听到人家说小伙子了。是的，是的，old school 就跟餐馆一样，餐馆也是很 old school。我觉得这都是 old school Chinese 哦。是，小弟弟小妹妹就真的年纪很小了啦。对，就是那小孩子了，小孩子哦。好，下半场比赛，半场，OK， 半场。好，那我们念一下丽芬的句子。好的，丽芬小姐姐说，我们在下半场比赛得到了5分，非常好。好，那我也要来玩一下。青霞小姐姐，青霞小姐姐还是青霞阿姨？我不晓得青霞年纪多大啊，小姐姐好了啊。青霞小姐姐，我们在下半场比赛得了5分，那我们找个小哥哥好了。好，我们好像没有小哥哥耶啊。明秀小哥哥，只有明秀小哥哥，明秀小哥哥来。好，明秀小哥哥来了。好，我们的明秀小哥哥说，我们在下半场比赛得了5分，非常好。好，明秀如果再过20年就变成那个缅甸叔叔啊，缅甸叔叔，缅甸叔叔啊，缅甸叔叔，好可爱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在下半场比赛得到了5分。好，OK。哎呀，今天好有意思哦！今天学了3个词汇，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因为我觉得很多大陆的词汇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特别想要学。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觉得我很感兴趣，就是会给你们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对，我觉得都让我觉得很 local 的感觉，就是 OK， 很当地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因为台湾很多语言是受那个台语的影响，所以也是有时候也很难懂。不过我觉得，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我觉得了解这些用语真的很有意思哦。对对对。台湾老师刚刚这是波兰，不是对，波兰哦。好，太感谢你们了哦。四川人比较多说小伙子哦，四川人比较说小伙子。这个其实中部对，比较说小伙子。其实各位同学，因为中国很大哦，我们觉得 old fashion 的东西，可能有的地方他们还是这样用，也不一定。对，所以这个为什么理查老师觉得我们要多听不同老师的口音，还有不同地方的用语，因为那个中国太大了，你们一定要去习惯不同的口音跟不同的用语。对哦，所以光台湾跟大陆的用语就很不一样了。大陆里面更多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用语，东北呀，然后上海，东北的、上海的，他们也受他们方言的影响。对，然后他们说出的中文，我们可能也听不太懂。对呀，对，就是要想一下，然后才知道怎么说。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去排斥这些东西，你们要多学习不同的口音跟用语哦。好，那今天特别谢谢田老师喽，哦，好有意思哦。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上个星期开始，我开通了我的 Instagram 和 TikTok。如果大家有玩 Instagram 和 TikTok 的话，欢迎来我的频道跟我学习中文。田老师，你有没有那个链接，还是可以给我们，还是那个
对，好，各位同学，田老师刚刚说他已经开通了，他已经去注册开通了 Instagram， 还有 TikTok 抖音 ，TikTok 就是抖音。那各位同学，我们呢这个加入田老师的抖音还有那个 Instagram 哦，理查老师比较少用 Instagram， 抖音理查老师不敢用，因为我觉得那是年轻人在用的，我不太敢用哎。他们都要唱歌，是不是？我的 TikTok 是婷婷 Chinese 8，我写一下，全部都是小写，全部都是婷婷 Chinese 8。好，田老师，我现在打出来，你看有没有错哦？好，婷婷 Chinese 8。各位同学，抖音 TikTok 这个是田老师的 TikTok。如果你们有玩 TikTok，可以加入田老师。所以田老师，你已经有放影片在上面了吗？是的，我现在在我的 TikTok 上面全部都是实景的。就是那个短视频。是的，短视频就是实景的一些词汇。好，各位同学，这个是田老师的 TikTok。那田老师，你的 Instagram 呢？好，我的 Instagram 是，大家等我一下啊，因为中国抖音还是 TikTok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TikTok 就是抖音啊。不是，不是吗？ TikTok 是抖音是中国的。然后 TikTok 是国际的，所以他们是不同的东西吗？是不同的东西。如果大家在抖音上是找不到我，大家只能在 TikTok 上找到我。TikTok 跟抖音是不同的东西啊？是不同的啊，真的啊，我一直以为是一样。哇，对，理查老师是不同的 platform。不同的 platform，OK。对，所以抖音其实是中国的。我可以说抖音是中国的 TikTok 吗？可以，抖音是中国的 TikTok。OK， 这平台不一样而已，都是 TikTok。是的。那我懂了。好，所以这个明秀田老师是在 TikTok， 不是中国的抖音哦。对，你们不要找错地方喽。那还有田老师的那个，我在这里其实用抖音也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就直接注册了 TikTok。对，那 Instagram 有。好，我的 Instagram。不好意思，大家，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的账号，大家可以搜一下。OK， 我找到了。我的 Instagram 账号也是 Chinese with 婷，但是没有 break。OK，Chinese with 全部都是小写。好的，田老师，你看一下有没有错哦。这个。好 ，Instagram 田老师的 Instagram 是 Chinese with Ting， 那理查老师的 Instagram 是 Chinese with Richard。我现在看你们都这样，我也敢流行了。然后 Ben 老师的是 Chinese with Ben， 都是一样的啊。这样比较容易有没有？那好记，各位同学，你们要找到我们都是同样的方式，Chinese with Ting，Chinese with Ben，Chinese with Richard， 很好找啊。好，田老师，你 Instagram 是用？现在才开始。对，如果大家已经关注了我的 TikTok， 那就不用关注 Instagram， 就是我发的东西会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是玩 Instagram， 那么你就加我的 Instagram， 不用加 TikTok。OK， 好，我了解。好的，好，各位同学记得哦，看你要加田老师的 Instagram or TikTok，OK？对，如果你玩 TikTok， 那就加 TikTok； 如果你玩 Instagram， 就用 Instagram。所以中国的抖音是只有中国那边可以用。没错，国外的人不能，国外的人不能注册。抖音是国内的，我们会说国内就是中国的。对，就是对。是的。抖音我真的没有怎么用抖音。好，我应该也没怎么用过。对啊，我看很多人很厉害，每天都用那个抖音，用的很好玩。对啊，好有意思。慢慢我们也要来学习这些新的玩意儿了但是真的非常耗时间，但是我现在也在学习，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对，没问题。好 ，OK， 你看大家都关注了哦。好，Momo要记得关注哦。好，谢谢你们。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互动说话。对。那我会把田老师的这个 ID 再把它留到 comment 里面去哦，各位同学可以再谢谢。对，已经有人 follow 了，太好了。那直播课完，可能田老师就多2000人了哦，多2000 followers 了哦。好 ，OK， 那今天谢谢田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老师再见，拜拜拜。拜。好，今天我们特别谢谢婷老师，不要忘记了关注婷老师的 TikTok， 不是中国抖音哦，是 TikTok， 还有 Instagram， 好不好？哦，那理查老师好像没有什么用 TikTok 哦，你们去 follow 婷老师的就好了。好，那我们明天再上课。明天各位同学，明天呢我们要这个，我们明天跟 Ben 老师上课，明天跟 Ben 老师聊聊天。我们的 topic 是理想的家 ，ideal house，ideal house。那我们明天见喽，各位同学再见，拜拜。